这是一伙油耗子，他们准备偷取价值300亿的石油。老罗，管道专家，负责寻找输油管；焊鸟，电焊专家，负责焊接工作；大铲，救援专家，号称人肉挖掘机，负责挖地道。还有一个美女前台阿珍，她负责在楼上给几人通风报信。为了防止泄密，他们5人都上交了手机，中途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酒店。赚钱虽然觉得这个任务有那么一点挑战性，但他依然表情轻松，对自己的手艺相当自信。可他没问题，不代表同伙没有问题啊！他们来到酒店最底下的锅炉房，开始了挖掘工作。就在老罗根据地图让大铲挖掘地道的第5天，问题就来了。一块坚硬的岩石挡住了他们的挖掘路线。很显然，这是老罗的规划失误。他提议改道，但赚钱认为现在改道时间肯定不够了，所以他决定用冲击钻强行钻开岩石层。但这个方法有个很大的风险，就是会产生超大的噪音，如果被警察听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为了完成任务，他们选择赌一把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他们开钻不久，就有一个巡逻的警察听到异响，他走进酒店询问。阿珍看到警察丝毫不慌，因为他们早已设定好了警报按钮。可他按下警报之后，下面的声音一点都没有要停的意思。警察顺着声音前去查看，原来大铲之前不小心碰断了警报线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来了警察。等警察走后，阿珍赶忙拿起对讲机告诉他们警察来了，可对讲机的声音被冲击钻的声音盖过，第一时间并没有人听到。好在转天运渣的时候听到了阿珍的呼喊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警察顺着声音来到了锅炉房，转天急中生智，假装工人在修下水道，大铲在里面把柜子举起来挡住洞口。警察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异常便离开了。惊魂未定的几人决定停工休息一晚，吃个饭，修个线。很快一晚就过去了，油耗子们又开始打洞。而另一边，警察在一个废弃的工厂看到一个地洞，这是金老板之前查看管道路线挖的洞。小弟以为没人会发现，所以偷工减料，没有埋上。经过探查，警察确定这里就是油耗子挖的洞，于是他们对周围进行金属探测。阿珍从酒店外的监控看到了这一幕，他按下警报，让大家赶紧撤离。接到通知，油耗子们赶紧把金属转移出去。转天乱中出错，把手表落在了里面，这让警察探查到了异样，立刻对这里开始挖掘。而地道里，转天冒着危险去拿手表，就在他马上要逃出去时，警察挖断了煤气管道，大量的煤气让转天中毒晕倒。好在老罗及时发现，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把转天拖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警察以为是煤气管道误发的探测信号，于是停止了挖掘。转天在昏迷了1天之后终于是恢复了，他正要感谢老罗时，老罗提出了一个请求，就是希望转天想办法让他出去一趟。他的妻子今天要做手术，他真的很想去。转天很为难，因为金老板为防止泄密，在附近安排了很多打手，在完成任务之前，他们根本出不去。可救命之恩不得不报啊！转天还是答应了他，但要怎么出去呢？原来转天早就发现锅炉房里有一个被焊死的下水道口，他们将其砸开，顺利进入下水道。在里面，他们看到一个奇怪的铁门。身为管道专家，老罗一看上面的标志，顿时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是美国部队留下的共用管道区，就是煤气管和输油管这些管道的中转站。他们进去查看，要找的输油管果然在里面，而且水厂的废弃水管也在这里。他们兴奋极了，这也太方便了吧！只要钻开油管，再把软管接入输水管，石油就会自动流入水塔。他们还挖什么洞啊？随后，他们通过下水道逃出了酒店，但他们还是晚了一步。老罗的妻子没有等到手术就已经病逝了。等他们从下水道返回时，金老板已经等候多时了。